你真的看懂了漫威电影吗？它之所以会被称为细节怪，其实不仅仅是靠剧情的衔接和内容的多元化，而是对一些小场面的把控属实逆天。就单独拿《蜘蛛侠：英雄归来》这部电影来讲，里面就有24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画面，但漫威却又喜欢把精髓藏在这些镜头中。也许大家之前错过了，但没有关系，今天我将会把它们一一列出，等你看完后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细节怪。第一，还记得这一幕吗？当时彼得以为托尼是想抱他，结果却是开车门。不过细节并不在这里，而是他们身后的哈皮。现在请注意，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正在使劲拿起行李箱。 Happy's kind of your point guy on this. Don't stress him out. Don't do anything stupid. I've seen his cardiogram. 甚至能听到哈皮发出用力的声音。 And definitely don't do anything I wouldn't do. 而且这个镜头还是用2只手拿着，所有的这一切都能证明箱子很重。但在下一个画面却能看到彼得却能用1只手轻松提起。不得不说，这完美展示了蜘蛛侠的力量。可能现在就有人疑惑了，这算什么细节？不正常操作吗？其实你站在拍电影的角度去理解，或许才能真正体会到。第二，在地铁上，彼得正在给哈皮发着短信，告诉他自己可以参加下一个任务。如果把镜头放大，你可以看到哈皮的头像。没错，这正是电影刚开始彼得趁他睡觉时偷偷拍的。第三，当时彼得正在观看视频，而不是在课堂上专心听讲。注意看该视频顶部的网站，或许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随机或者虚拟链接，但如果真正访问，它实际上会带我们来到蜘蛛侠英雄归来的预告片中。以上这点也引出了下一个细节。第四，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只看到一条评论说 fake， 意思就是假的，但通过细节3确实能证明这条视频是假的。第五，当彼得举起储物柜来取他的蛛网液体时，可以很清楚看到与其他墙壁不同，该部分充满划痕，这也表明彼得经常在这里藏东西。第六，当彼得的朋友被困在金界杯的电梯里时，彼得对大楼进行了快速扫描，但请注意，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他的眼睛一直在闪烁着红灯。虽然这个细节可能没有那么重要，但却能体现在拍摄的过程中，制片方是有多么的注重细节。第七，我们都知道漫威在钢铁侠的套装上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当然蜘蛛侠的套装也没有被忘掉。注意看彼得手上的数字，这正是代表剩余蛛网的数量。原来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还有这么多你没发现的小细节。第八，在电影的开头，彼得从超市买了一包软糖，这里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，仔细看，到期时间为2018年3月16日。没错，这正是复联3首支预告片的日期。第九，当彼得开始知道套装可以记录所做的一切时，他要求人工智能播放上周5的录像，于是就看到了假扮雷神的镜头。但现在注意彼得帕克的心率，当看到这个模仿感到尴尬时，他的心率从84跳到了93。No, that's definitely not. 第10，当我们在学校第一次见到彼得和小胖时，小胖实际上说了晚点会去彼得家里，但他却一直盯着女主看，导致心不在焉。 And then I'll come by afterwards because for the most part, the difficult thing will be just the pace of it. 这就是为什么彼得穿着套装回家时，并不知道小胖在自己的房间里。第11，在这个场景中，小胖背着书包去上学，而彼得却把书放在手上，因为就在前一个镜头，彼得告诉梅姨他又丢掉了书包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下一个场景中，他要双手捧着书。看到这里，不得不佩服漫威的连续性。第12，托尼为蜘蛛侠的套装制作了576种组合蛛网，但请注意，其中有一个是 Venom， 就是毒液的意思。这个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小胖的一个问题。 Can you spit venom? 他也许不会吐毒液，但绝对能射出毒网。第13，在电影快结束时，注意看彼得身上的衣服，这跟钢铁侠3中小辣椒穿的一模一样。I just wanted to be like you. And I wanted you to be better. 难道蜘蛛侠不是想成为干儿子，而是……好吧，这只是一种猜测。 第14，在马克47救了溺水的彼得帕克后，通过谈话可得知，托尼实际上并不在盔甲中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可以看到盔甲假象的拿着一个玻璃杯，这是因为托尼在印度刚好拿着一个。随后，马克47还做出奇怪的手势，表示那边的托尼正在为自己点饮料。第15，当蜘蛛侠试图拯救被困在电梯的朋友时，人工智能凯伦说，电梯将在125秒后倒塌。You now have 125 seconds until catastrophic failure. What? 但令人惊讶的是，电梯的实时倒塌时间正好是125秒。你注意到了蜘蛛侠英雄归来中的这些小细节吗？第16，注意看 MJ 手上的书，叫做《人类的束缚》。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孤儿被送到姨妈和叔叔家抚养，就像彼得帕克的故事一样。通过这条也引出了下一个细节。第17，当所有的学生都在做不同类型的锻炼时，可以看到 MJ 正在卧推一本书。第18，当彼得第一次出现在学校时，如果你注意看背景，就会发现霍华德·斯塔克被画在一幅庆祝科学家的墙壁上。第19，当梅姨把彼得送到女主家参加聚会时，我们可以看到汽车上的牌照，上面写着 AMF1562。
实际上这是对1962年神奇蜘蛛侠第15版的一种致敬，因为梅姨在这版中首次亮相。第20，其实蜘蛛侠审问的这个人正是平行宇宙中迈尔斯的叔叔。注意看他的车牌，实际上是对终极蜘蛛侠的致敬，因为这是迈尔斯在漫画中首次出现。第21，小胖自从知道蜘蛛侠的真实身份后，就一直问彼得一堆问题，其中一个是说你的网能射多远？彼得回答说不知道。然后小胖说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站在楼顶，能射多远射多远。 How far can you shoot your webs? Shut up. If I was you, I would stand on the edge of a building and just shoot it as far as I can. Shut up, Ned. 这句话可能是对托比·马奎尔蜘蛛侠的一种致敬，因为他在电影中确实做了同样的事情。第22，彼得的手机越来越坏，因为电影陆续展示了他的跳跃和跌倒，还有打架，所有的这些都影响了手机。第23，在钢铁侠来营救彼得时，他的力量和额外助推器在船身上产生了凹痕，从这里也能看出视觉特效部门对细节如此在乎。第24，电影刚开始，秃鹫和他的同事正在研究复仇者联盟的画作时 Yeah, tell you what though, ain't bad, is it? No, yeah. Kid's got a future. 注意这个镜头，就在黑人演员的后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另一幅画挂在冰箱上，这显然是绿巨人，所以电影很早就确立了秃鹫对复仇者并没有任何怨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蜘蛛侠英雄归来中的细节，你对这些看法是否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有，请在评论区说出来，希望能收到你的意见。关注我，下期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视频。